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望月俊孝先生所著的《试着改变这个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只要改变这个习惯，一切都会顺利；第二，即使不提高收入，也能存下钱的神奇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只要改变这个习惯，一切都会顺利开始讲起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个最强健康法，就是微型散步，每小时只需走几十秒，就能显著降低死亡率。在健康方面，现在非常被重视的是运动。各种研究表明，为了保持健康和调节我们的身体，适度的运动与饮食和睡眠同等重要。然而，即使知道运动对健康有益，很多人每天因工作或家务疲惫不堪，根本没有精力去运动。现代人往往整天坐着，这种情况被称为久坐综合症，对健康非常不利。久坐会导致下半身血液循环不畅，血栓风险上升。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块，如果血块在心脏或大脑积聚，就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脑梗塞，甚至危及生命。那么，如何解决久坐综合症呢？最强的方法就是微型散步。微型散步是指每隔一定时间站起来走动10到30秒左右的简单方法。研究表明，通过这么简单的方式，可以大幅延长健康寿命。要理解微型散步的健康效果，需要先知道为什么运动对身体有益。根据2009年佛蒙特大学的研究，让受试者以适中强度骑20分钟单车后，与不运动的人相比，受试者的心情在运动后显著改善，这种效果可持续到12小时，具体表现为紧张、愤怒、疲劳感得到缓解，活力增强。另外，乔治亚大学的另一项研究，通过分析70多项疲劳恢复研究，得出结论，运动甚至可能比认知行为疗法或药物疗法更能减轻疲劳感。我们人类本质上是动物，而动物这个词本身也包含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通过运动来调节身体才是人的本来状态。不运动对人类来说是不自然的，长期不运动的生活必然导致健康恶化。大量研究也已证实，运动对身体极其有益，而久坐则非常有害。事实上，我们细胞内的线粒体在长期久坐时会降低能量生成。线粒体就像每个细胞里的发电厂，久坐时它会认为不需要这么多能量，于是降低运作效率，结果导致肌肉力量下降，引发肥胖、糖尿病，心脏泵功能也下降，心脏疾病风险增加。根据牛津大学2018年的研究，基于21年的调查数据，每天坐超过6小时的人死亡率比每天坐不到3小时的人高出19%。而要弥补每天坐6至8小时所带来的影响，需要1到2小时的运动。此外，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，每天坐12小时以上的人，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比每天坐不到6小时的人多3倍。由此可见，久坐对身体和心理都有极大负面影响。然而，许多人即使知道运动不足的危险，却因为每天忙于工作和家务，根本抽不出时间运动。针对这些人，推荐微型散步。微型散步非常简单，每隔一段时间站起来走动几十秒即可。虽然看起来动作简单，但微型散步的性价比极高。根据米兰大学2024年的研究，与连续步行4分钟相比，反复进行10到30秒的微型散步，最大氧气消耗量竟高出60%。乍一看，似乎长时间连续走动会消耗更多能量，但实际上，我们身体在从静止状态开始步行的瞬间，消耗的能量最多，就像空调启动时最耗电一样。因此，重复短时间步行的微型散步，比长时间散步更能消耗能量。大致来说，大家可以每小时设定一次定时器，勤快地进行微型散步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可以将久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因此，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人来说，这一点绝对必须做到。
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最强健康法是通过1分钟呼吸法，将副交感神经调整到最佳状态。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从出生到死亡都保持健康，是一个共同的愿望。本书的作者将健康定义为自律神经正常运作。我们的身体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功能——体内稳态。所谓体内稳态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，都能保持体内状态恒定的功能。正因为有了这种功能，在炎热的时候，我们会自动出汗来调节体温。如果没有体内稳态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比如，水放在热的地方会变热，放在冰箱里会变冷。没有稳态的物质会受外界环境影响，其性质会随之改变。而我们人类能够适应环境，正是因为我们拥有体内稳态。而维护体内稳态的重要职责由遍布全身的自律神经承担。自律神经非常勤劳，即使大家现在在看视频，或者正在熟睡，自律神经都在持续工作。它控制血压、体温、消化吸收等维持生命必须的功能，保持健康状态正常。自律神经分为2种，在活动时占优势的交感神经和在夜晚或放松时占优势的副交感神经。当这2者切换顺利，维持体内稳态时，就可以认为身体处于健康状态。自律神经基本上24小时不间断、无意识的工作。如果在你睡觉时心脏停止跳动，那每次睡觉就会死亡。但实际上，心脏在你睡觉时依然在跳动，这正是自律神经持续工作的证明。在自律神经的众多无意识工作中，唯一可以自我意识控制的就是呼吸。当我们吸气时，交感神经占优势，脉搏加快，心率上升；而呼气时，副交感神经被激活，脉搏减慢，心率下降。也就是说，通过有意识地改变呼吸，我们可以影响原本无意识工作的自律神经，从而主动控制它。正因为如此，最典型的就是腹式呼吸。腹式呼吸就是意识下腹部，用横膈膜做大幅度运动的呼吸方法。实践这种呼吸法会带来多种好处：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强肠胃蠕动，预防神经衰弱和失眠，同时还能改善肥胖和压力状况。可以说，通过呼吸控制自律神经，就是掌控健康的关键。在众多呼吸法中，本书作者推荐的最佳方法是吸气5秒，呼气5秒，重复6次，合计1分钟。根据2006年新泽西大学的研究，每次呼吸时，心率变动和血压达到最佳状态，自律神经平衡得到调整。因此，这种1分钟呼吸法在科学上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呼吸方法。同时，这种方法还能有效进行肺部气体交换，吸入氧气，排出二氧化碳。我们每天都在呼吸，因此通过有意识的呼吸，每天都可以自然地维持健康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3个最强的健康法，通过浇花保持活力，让你90岁也能健康生活。不管年龄多大，一直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，大概是所有人的愿望吧。近年来，有关健康的书籍和杂志畅销，健康食品的广告也随处可见。那么，那些90岁还精神矍铄的拉面店老板们，是不是通过读各种健康书籍，每天服用神奇的保健品来维持健康的呢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要在90岁之后仍然保持健康，有一种长寿的营养素至关重要。那些长寿的人，即使自己没有察觉，也会自然摄取这种长寿营养，那就是与人的联系。大家听说过美国的罗泽特村吗？1960年代，这个村庄曾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。这个村庄由意大利移民建立，当时美国普遍存在酒精中毒、胃溃疡和心脏病等健康问题。然而，试图揭示这个长寿村秘密的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感到非常困惑，因为村民中大多是略胖的吸烟者，贫穷导致他们只能购买油脂丰富的食物，41%的热量来自脂肪，
非常不健康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些人却能长寿呢？学者们感到困惑不解。但随着研究深入，教授最终发现了长寿的原因：村民间的社区关系，几代人住在同一房屋周围，教会是交流中心，邻里互动频繁，每个家庭都用心照顾孩子，努力工作。然而，下一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，夜晚被电视取代，邻里关系减少。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，高血压和中风的报告在村中增加。到1970年代末，心脏病发作的数量与全美平均水平无异。人类是社会性生物，没有他人的帮助无法生存，因此，失去人际联系实际上也是生命的威胁。2002年，美国一项大学研究显示，那些被预测未来会孤独的被试者，比那些被预测会遭遇事故或不幸的人，受到了更大的心理冲击，并且其后 IQ 测试分数明显下降。也就是说，要保持健康，人际关系这一营养素必不可少。当然，人际关系不会自然形成。退休后，工作关系消失，人与人的交流逐年减少。但如果不主动维系联系，生命力就会下降。小时候，上学就能自然与人联系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要持续保持联系，需要主动参与和关心他人。那么，如何持续与人保持联系呢？这里介绍2个方法。第一，主动承担社区中的角色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，将52名养老院居民分为 A 组和 B 组。A 组被分配了植物浇水等职责， B 组则由工作人员照顾，居民无需做任何事。18个月后，调查显示，有责任角色的 A 组心理健康提升约 33%， 对养老院的信任度提升约 26%。 而在18个月时， B 组的死亡率是 A 组的2倍。虽然只是浇花这样的小事，但却能延长寿命。这表明，即使是小角色，只要有责任感，也能激活身心。所以，无论是在兴趣俱乐部还是家庭，都可以承担一个小角色，持续投入责任感，这是维系人际联系的一种方法。第二，主动帮助身边的人。2003年，密歇根大学对1532名65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，提出2个问题：在过去1年里，是否无偿帮助朋友或同伴做家务或照顾孩子？配偶想交流时，是否乐意倾听？分析这2个问题与5年后的死亡率结果显示，那些帮助朋友、同伴或配偶的人，死亡率明显较低。人类在帮助他人时会产生自豪感，感到自己被需要，这种情绪能激活身心。帮助他人不必复杂，从认真倾听身边人的谈话开始就可以。这些小事是你90岁依然健康生活的必须营养素。接下来要介绍第4个最强健康法，通过高质量睡眠，将6年内的死亡风险降低1/3。短时间睡眠而工作高效的人，似乎给人一种能干的印象，但实际上，关于睡眠不足有可怕的研究结果。2016年，加州大学研究发现，60岁以上的人只减少1晚的睡眠， DNA 就会受损，衰老加速。2010年，荷兰大学研究发现，只减少1晚到4小时睡眠，糖尿病风险急剧上升。2008年，威斯康星大学研究显示，即使是健康成人，若长期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，6年内死亡概率增加3倍。睡眠不足会严重损害身体，而充足睡眠则有诸多好处。睡眠时分泌生长激素，修复新细胞和受损肌肉，这是清醒活动时无法完成的。也就是说，肌肉只能在睡眠中得到维护，睡眠不足就只能得到不充分的修复。我们全身的肌肉，包括不断泵血的心脏，都是肌肉。因此，充足睡眠可以维持肌肉健康，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和心律不齐。此外，睡眠对大脑健康也至关重要。神经活动在运作时会产生废物，这些废物只有在睡眠中才能有效清理。在睡眠过程中，脑脊液的流动
会加速2倍，将脑内的废物一次性冲刷掉。其中被清除的毒素包括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，这种蛋白质已知会导致阿尔茨海默型痴呆。也就是说，为了预防认知症，充足的睡眠非常重要。此外，充足的睡眠还有助于记忆力和知识的整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高效记忆，就必须保证充足睡眠。因此可以看出，考试前通宵熬夜复习是非常不合理的，反而放弃熬夜，好好睡觉，成绩可能更好。然而，现代人往往因为忙碌而认为睡眠是浪费时间，实际上，情况恰好相反。睡眠对身体和大脑都是必须的，是决定清醒时效率的重要准备时间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周末补觉是不推荐的。研究显示，如果周末睡眠比平时多2小时以上，就表明你本身存在睡眠不足。对于习惯周末补觉的人，更应该关注平日的睡眠规律。调整睡眠节律其实并不难，人体每天按照一定的节奏运作，夜晚20至21点左右，大脑松果体会分泌褪黑激素，深部体温急剧下降，自然产生困意。而早晨6点左右，肾上腺分泌皮质醇，深部体温升高，交感神经活跃，人自然醒来。如果按照这个节律生活，每个人都能保证每晚充足的睡眠，这是本书作者的观点。但是，现代人睡眠节律被干扰的最大因素是光线。2022年，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在大约100勒克斯适度亮度的房间中睡觉时，被试者的心率上升，交感神经被激活。交感神经本应在白天活跃，帮助身体清醒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你在睡觉，如果卧室有一点亮光，身体依然保持觉醒状态。因此，睡觉时务必关灯，将房间保持全黑。夜间如需起夜，建议使用橙色柔光，而不要使用蓝光，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大脑误以为是阳光，从而保持清醒。通过控制光线，就可以间接控制睡眠，而睡眠的良好调控又直接关系到健康。把房间保持全黑，是今天就可以开始实践的小方法。接下来进入第2部分，即使不提高收入，也能存下钱的神奇方法。首先要介绍的，让人生好转的理财方法是工资先扣存款法，几乎可以让任何浪费型的人都能存到钱。众所周知，赚钱很难，而花钱却非常容易，因此很多人存不下钱而苦恼。然而，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让钱自动存起来的梦幻方法。首先，为什么要存钱呢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根本不必存钱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也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储蓄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当人没钱时，思考力会下降。2013年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当人几乎一文不名时，智商会比手头宽裕时降低约10%。俗话说，贫穷使人迟钝，确实如此。当每月的缴费日期萦绕在脑海里，你会无法集中精力做其他事情。在考虑房租问题时，更别提有余力做其他事了。尽管大家都明白，有钱总比没钱好，但实际上很难积累储蓄。不过，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任何人自然地存到钱，那就是工资先扣存款法。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一旦收到工资，就先扣除固定金额，直接存入储蓄账户，然后用剩下的钱去生活。从一开始就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没存在手里，比起节省后再存剩余的钱，心理压力要小得多。如果想着剩下的钱再存，通常根本存不下。这种存款的效果非常显著，可以确保储蓄不断增加。想存钱的人一定要尝试。实际上，这种方法也得到了科学验证。2009年，一项针对贫困群体的实验，将实行这种存款的人和自由存款的人进行了对比。结果显示，实行第一种存款的人比不实行的人多存了42%的钱。在实验中，
实行第一种存款的人使用了专用信封，每月把固定金额放入信封中。这样的方法，即使现在也可以轻松开始。那么每月具体该存多少呢？作者建议，最初可以只存1000日元，即使金额很小，每月养成存款的习惯才是关键。此外，作者还建议，每天约1%的时间15分钟，专门用于实现梦想或未来学习，例如早上7点至7点15分，或晚上23点至23点15分，固定时间段，无论多忙，都不安排其他事务，专心学习，这样积累下来，就是对未来自己的投资。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尝试。接下来介绍第2点，让人生好转的理财观念，把钱花在体验上，而不是物品上。要花钱，首先得有钱，所以赚取收入是前提。但作者指出，如何使用金钱决定人生的分水岭。花钱大致有2类，花在物品上，或花在体验上。许多人倾向于把钱花在那些长期可以保存下来的物品上。确实，电影、讲座等体验持续时间短，美食吃完也没有形状留下，所以大家容易积累很多物品。但是，买物品真的能带来最终的幸福吗？研究已经给出了答案。2009年，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，将参与者分为2组，一组花钱购买体验，如听音乐会，另一组花钱购买物品，如文具，然后比较幸福感。结果显示，购买物品的参与者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幸福感会逐渐减弱。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刚买的时候特别开心，但现在已经放在房间角落，成了背景的一部分的东西吧。多数情况下，购买物品的喜悦是在购买的瞬间达到顶峰，之后逐渐融入日常生活，快乐也慢慢减弱。但体验经历则恰恰相反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回忆起来的快越会增加，体验越回忆，其价值越高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它的美好被进一步放大，价值也随之增加。本书作者指出，体验有6大功效。1. 任何体验通过与人分享都会变得有价值。2. 即使是失败的经历，只要加入幽默讲述，也能成为有趣的谈资。3. 等待的过程也很愉快，比如热门拉面店，很多人会排队好几个小时，这不仅是为了吃拉面本身，排队等待的时间也成为了一种体验，并且能乐在其中，可以与伙伴一起享受。物品一旦拥有，就成为个人的东西，而体验可以与朋友共享，与朋友共同拥有的回忆，可以成为一生中不断回味的宝贵财富。4. 体验的分享能带来共鸣。物品的分享往往会被听者当作炫耀，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名牌包，听者可能会产生不快情绪，但分享体验则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，与个人魅力相结合。无体验不容易与他人比较，物品的价格可以轻易比较，但体验的价值因人而异，无法直接比较。6. 体验的后悔感较少。物品常会让人事后后悔本不该买，而体验则相反，人们更可能后悔没有去做。由此可见，体验不仅在做之前、做的过程中带来快乐，完成后也会继续让我们幸福，因此是一种非常棒的支出方式。所以请尽量把钱花在体验上。把钱花在体验上，本质上是一种投资。用于体验的钱，会随着回忆的美化而增值，就像股票投资的复利效应一样，价值不断膨胀。你投资的体验，如果是非日常的经历，情绪会被强烈触动，成为未来的能量，让人生更加丰富。接下来要介绍第3点，回报最高的投资——自我投资。在许多理财方面的投资中，大部分人会失败。为什么我们在投资上会失败呢？原因之一是，当涉及投资时，大脑容易把决策依赖于他人。2009年，美国一项研究观察了人们在听取投资专家意见时的大脑活动情况，结果发现，原本负责分析和决策的大脑区域活动明显降低，
而理解他人意图的区域却被激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投资时倾向于依赖他人意见，因此，当听到接下来这只股票会涨，差不多该卖了等信息时，很容易跟随他人的建议行动，结果可能会迅速买入新股票，或者卖掉本应耐心持有、迟早会涨的股票，从而增加亏损的概率。为此，本书作者提出了最成功的投资方法——自我投资。自我投资就是将金钱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阅读、参加讲座、旅行或其他有助于提升自我经验和成长的活动上。作者表示，他自己迄今已经在自我投资上花费了约1亿7千万日元，但获得的回报几乎是原来的100倍。因为任何商品在获得的瞬间，其价值就开始下降，而自我投资的回报却是不断增长的。但是自我投资则不同，投资越多，个人价值就越高，也会增强自己很有价值的自信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自己有价值的感觉会改善人生的各个方面。2019年，英国进行了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，调查了7304人，结果发现，那些平时认为自己有价值的人，实际上过着更有价值的人生。而股票等其他投资，即便顺利，也可能只是让钱增加，但这些钱很快就可能减少。相比之下，自我投资的积累，纵使人生走过漫长岁月，也绝不会减少。投资之神沃伦·巴菲特也曾表示，最终胜过任何投资的，正是对自己本身的投资。因此，我们应当积极进行自我投资。总的来说，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，让生活和人生步入正轨。无论是健康、理财，还是人生投资，作者都用科学研究和实例告诉我们，细小的习惯改变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。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起，尝试书中提到的这些方法，让身体更健康，让财富更稳健，让人生更有价值。改变习惯，就是改变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